我原本是不太想做背景介绍，不过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骑士供应商，所以还是介绍一下。我现在是学生，不过我在法国念书，所以这次我讲的主题跟食物有关，然后想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来介绍大家吃一点 cheese。好，然后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请大家先帮我做一个小小的练习，就是先闭上你们的眼睛。然后想一下，30天之前你在哪里？你在做什么？那就是12月14号、15号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到现在这30天留下了什么？那它对你的生命上是有一个意义，然后或者是它是很正向的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待会我会再回来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个练习。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它其实是被 inspired by Matt Cutts， 他也是一个 TED 的讲者。然后他说，你持续的做一件新的事情，挑战你的自己，然后持续30天，在30天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对你的生命造成了很重大的改变。然后当时我们整个 program 学生就觉得，哇，这真的是酷毙了。然后我们就说好，那现在全部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。30天之后，我们就要聚在一起，然后看看到底我们大家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。那我现在我就要开始选我的题目。我想要试某一件新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它会让我感到开心，然后这件事情呢，我还能够 share 给大家分享。那想了很久，我的室友就说：“为什么你不选择煮菜呢？”然后，而且不只是单纯煮菜哦，是煮很酷的菜，就是你要把欧盟每一个国家的料理都做过一遍。然后欧盟是27个国家嘛，这样就差不多刚好30天。然后听完以后想说，听起来非常的酷耶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第一天，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把一个欧盟的地图拿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一个制度，就是每当我们做完这个国家料理后，我就要打上一个脊椎记号，就是我脊椎这个国家了。然后第一天我们挑战的是 Austria， 我们做的是最简单的维也纳的炸猪排，那成品长得像这个样子。这个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难吃。老实说，对，因为有一个很好玩的点是，我在看那个 recipe 的时候，他说你要用面包粉，然后我想说，面包粉就是面包做成的粉嘛，所以我就去买了面包，然后拿回家放到烤箱里面烤，烤完以后我就花了30分钟把面包磨成粉，然后沾到我的猪肉上面，最后炸出来黏糊糊的一大片。哇！可是这是第一次。那之后呢？我又继续了挑战。在第2天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芬兰的一个小点心，然后成品是这个样子。那它就有就也是有比较好的进步啦。那在之后的好几天，我又继续挑战了很多不同的食物，像是意大利的奶酪，然后西班牙的海鲜炖饭，然后还有德国的猪脚。那在30天之后呢，它们看起来就会像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有黑白的？那纪念 Steve Jobs。Steve Jobs 过世了，因为我们都用 Apple 的东西，我们非常的难过，所以我们就把南瓜派做成了苹果的样子。对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然后我也成功的在我地图上都打满了脊椎记号，这让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跟很多好朋友分享了很多美好的晚餐，那我自己也写了一个 blog， 然后把所有的照片、还有食谱、还有我的心得都 po 在这个上面。好，那回头来看这一段旅程到底给我什么样的启发呢？那我想先从这段旅程给我的感觉说起。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大概是第3天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这个东西要做成了，说不定记者就会来采访我了。然后呢，我就会出书，然后我以后就躺在那边赚版税就好了，我也不用做工程师了。但是这个梦想在第5天的时候就会破灭，然后它会归成0。接下来你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低潮的时期，
然后在大概15天的时候，你会开始觉得，该死，都是我的室友他在骗我，我中了他的陷阱，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免费的厨师而已。可是当你成功的克服这个心理状态之后呢，你才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述，那就是真正发自于你内心的东西。那很幸运的是，经过这个 project， 我真的觉得煮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，然后很享受这件事情，然后相信它会陪伴走一生，不管我以后会不会走煮菜这个行业，那当然也有可能会是不好的结果啦。那至少你知道它对你没有什么效用。OK， 所以回顾自己的30天的计划，其实它就像是约会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给了你一个机会去找到你生命中的真爱。然后，回到刚刚一开始做的那个小实验，如果你觉得你在30天这段时间之内，是做很有意义的事情，那我很替你觉得开心。如果你觉得30天真的一下就不见了，然后你也回想不起来做了什么，那我很喜欢 Matt Cutts 他讲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唯一能够保证的一件事情是，你的未来30天也会跟你的过去30天一样，啪一声就不见了。”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的话，那为什么不从一个小小的30天 project， 每天拨一点点时间，也许是每天写一封明信片给失联已久的伙伴，也许是每天照一张自己喜欢的照片开始。那我相信他们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正面的影响，然后也会找到你喜爱的事情。谢谢。